公司楼下有家饺子店，我吃了3年。那天中午，我照常点了一份猪肉大葱馅的，咬了一口，发现葱花少得可怜。王大姐，能多给加点葱花吗？她抬起头，眼神像刀子。加葱？你以为葱不要钱啊？嫌少别吃，门在那儿。整个店里的人都看着我，我没吭声，默默吃完结账走人。第二天，我在公司群里发了条消息：中午聚餐，马路对面新开的饺子店，我请客。300号同事浩浩荡荡地跟我去了对面，老板娘站在门口，看着空荡荡的店面，脸色煞白。这家饺子店叫王记饺子，老板娘姓王，我们都叫她王大姐。我叫江源，在这栋写字楼里的蓝海科技上班，职位是行政主管。从我入职第一天起，午饭就基本在这里解决。3年1000多个日夜，就算不是每一天，也至少有700-800顿饭是在王记吃的。我对王记的感情有点像对公司的食堂，熟悉、方便，没什么惊喜，但也离不开。王大姐的脾气其实一直不怎么好，嗓门大，没耐心，脸上总是挂着别烦我的表情。比如你点单慢了，她会不耐烦地敲着桌子；比如你问饺子什么时候好，她会吼一嗓子：催什么催？锅里不是给你煮着吗？同事们也偶尔抱怨，但大家都是成年人，为了口饭，谁也不会真的计较。何况王记的饺子味道确实还行，价格也公道，久而久之，大家也就习惯了王大姐的老板娘脾气，甚至有人觉得这就是市井小店的特色，我也不例外。作为行政主管，我甚至还帮王记拉过不少生意。公司加班，我订的饺子是王记的；部门聚餐图省事，我也是直接打包王记的饺子。王大姐对我比对普通顾客稍微客气一点，顶多就是点单的时候不会催我。我一直以为我们之间算是一种超越了普通顾客和店家的邻里关系，直到今天中午12点半，午休高峰，我照常走进王记，店里人声鼎沸，热气腾腾。王大姐，一份猪肉大葱，一份拍黄瓜。我熟门熟路的喊道。王大姐在收银台后头，头也没抬的嗯了一声。我在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10分钟后，饺子端上来了。我夹起一个蘸了醋和辣椒油放进嘴里，皮还是那么筋道，肉馅也还算饱满，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我仔细品了品，是葱。那股猪肉与大葱混合后，经过沸水烹煮而激发出的独特香气几乎没有。我扒开一个饺子，零星的几点绿色像是在敷衍。我皱了皱眉，猪肉大葱馅的饺子没了葱香，就像没了灵魂。我不是一个挑剔的人，但吃了3年，我对王记的饺子有我自己的标准。我端着盘子走到收银台，王大姐，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她正低头算账，一脸不耐烦地抬起头。干嘛？那个今天的饺子葱是不是有点少？能多给加点葱花吗？或者下次做的时候多放点。我以为这只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建议，一个老主顾对店家提出的善意的反馈。我甚至想好了，如果他说今天葱买少了或者太贵了，我就笑笑算了。但王大姐的反应超出了我的想象，她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瞬间炸毛了。她猛地抬高了音量，她的声音尖锐：加葱？你以为葱不要钱啊？1块钱3根的葱，现在5块钱1斤，你知不知道我这饺子卖你15块一份，我赚你多少钱？我还得给你把葱当饭吃，嫌少别吃，门在那儿，没人拦着你。她指着门口，几乎是吼出来的。整个饺子店瞬间安静了，落针可闻。所有正在吃饭的、等餐的顾客，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有惊讶，有同情，有幸灾乐祸，也有和我一样来自我们公司的同事。我的脸火辣辣地烧了起来，不是因为羞愧，是因为愤怒。我端着那盘饺子站在那里，像一个被公开处刑的罪犯。我只是想多要一点葱而已。我是吃了你家3年饺子的老主顾，我是帮你拉了几百单生意的江源，我就这么不值一提？我连多要一点葱的资格都没有。我看着王大姐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看着她眼神里毫不掩饰的轻蔑和鄙夷，那一刻，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彻底碎了。3年来的那点邻里情分，在这一刻显得像个笑话。我没有和她争吵，没有像她一样用高八度的声音去维护自己的尊严，我只是默默地看着她，把她的表情、她的眼神、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刻在了心里。然后我转过身，端着那盘只吃了一个的饺子，走回我的座位。在全店人注视的目光中，我拿起筷子，一个一个的把剩下的饺子全都吃完了。我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像是在咀嚼着这3年的时光和这突如其来的羞辱。吃完，我抽出纸巾擦了擦嘴，然后站起身走到收银台前。王大姐大概也没想到我会是这种反应，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丝错愕，但更多的是不屑，仿佛在说：“你还不是得乖乖吃完。”我从钱包里拿出20块钱放在柜台上。一份猪肉大葱15，一份拍双瓜5块，正好。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到我自己都觉得可怕。王大姐伸手去拿钱，在她碰到钱的前一秒，我开口了：“王大姐。”她动作一顿，抬眼看我，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清晰地说：“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在您这儿吃饭了，谢谢您这3年的照顾。”说完，我没等她有任何反应，转过身，推开门走了出去。我站在王记饺子的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也没有回头。回到公司，电梯里几个不同部门的同事看着我，眼神有些复杂。他们刚才也在饺子店里。一个实习生小姑娘小声问：“江哥，你没事吧？
那老板娘也太过分了，不就是加点葱吗？就是，我们以后也不去他家吃了。另一个同事附和道。我只是笑笑，没说话。电梯到了行政部所在的16楼，我回到了自己的工位，打开电脑，一切如常，好像中午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幻觉。但我的心里却有一片海，表面风平浪静，海底暗流汹涌。我不是一个喜欢计较的人，也不是一个冲动的人。在职场这么多年，我早就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不发泄不代表不愤怒。王大姐那张刻薄的脸，那句嫌少别吃，像一根刺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她羞辱的是一个付出了3年信任和支持，却被当作垃圾一样随意丢弃的老主顾。她践踏的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尊重。我闭上眼睛，饺子店里那几十双各式各样的目光又浮现在眼前。我不能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如果我今天忍了，那么明天就会有更多的江源因为各种各样可笑的理由被王大姐当众羞辱，而那些旁观者永远只会旁观。我需要做点什么，我要用我的方式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应该得罪的就是那些默默支持你的人，最不应该轻视的就是每一份微不足道的善意。我睁开了眼，打开公司的内部通讯软件，全体成员。麻烦统计一下目前公司在职员工的总人数，精确到个位。消息发出去不到1分钟，人事专员就把统计好的文件发了过来。我点开在职员工统计表，总计316人，除去出差和请假的，每天在公司稳定午餐的人数大概在300人左右。我看着这个数字，嘴角微微上扬。接着我打开了另一个文件，公司餐饮供应商合作列表，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几十家餐厅的名字、联系方式和合作价。我目光扫过，却没有找到我想要的，这些都是快餐或者价格偏高的正餐，不适合作为日常午餐的选择。我把目光投向窗外，从16楼的窗户望下去，马路对面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就在王记饺子的正对面，一家新的店面正在装修，红色的招牌已经挂上去了，上面写着4个大字：李记饺子。装修风格很明亮，看起来干净又卫生。我拿起手机拨通了物业的电话。作为行政主管，我和物业打交道最多。张经理下午好，我是行政部的江源。江经理啊，你好你好，有什么事儿？想跟你打听个事儿，我们公司楼下王记饺子对面新开的那家李记饺子，你有老板的联系方式吗？哦，你说小李啊，有，我这就发给你啊。怎么，江经理，你们公司又要拓展新的午餐供应商啦？小李那小伙子人不错的，手艺也地道。先了解一下。我笑着说。挂了电话不到30秒，一条短信发了过来，是一个手机号码，后面备注着李记饺子李老板。我看着这个号码，没有立刻打过去，我在脑子里快速地构思着我的计划。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报复，我要让王大姐明白，她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老顾客，是整栋写字楼的声誉。我要让她为她的傲慢和无礼付出最沉重的代价。我将这场战争定义为一场安静的战争，没有硝烟，没有争吵，只有流动的客源和冰冷的数据。我站起身，走到茶水间，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苦涩的液体滑入喉咙，让我的头脑更加清醒。我回到座位，拿起了手机，找到了那个号码，编辑了一条短信：李老板你好，我是对面蓝海科技的行政主管，我姓江，我有一个关于300人午餐供应的大生意，想和您谈谈，不知您是否方便？点击发送。没过一会，手机叮的一声，是李老板的回信，只有1个字：好。紧接着他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声音听起来有些年轻，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激动和紧张。是江主管吗？是我，李老板。你好，我刚才看到您的短信了，您说的大生意。是，电话里说不方便，你现在在店里吗？我过来找你一趟。我一直在店里忙活，随时欢迎您过来。好，10分钟后到。挂了电话，我跟部门同事交代了一下，拿着笔记本电脑下了楼。我没有直接去对面的李记，而是先在王记饺子的门口站了一会儿。下午2点，过了午饭高峰，店里稀稀拉拉坐着几个人。王大姐正靠在收银台的椅子上，一边剔牙一边玩手机，脸上丝毫看不出中午那场冲突留下的任何痕迹。也许在她看来，那根本不算什么，每天那么多顾客，少我一个，地球照样转。我冷笑一声，转身走向马路对面。李记饺子的店面不大，但窗明几净，桌椅都是崭新的原木色。一个27、8岁的年轻人，穿着干净的白色厨师服，正在指挥工人安装排风系统。看到我进来，他连忙迎了上来。你是江主管吧？他有些拘谨地搓着手。我点点头。李老板。哎，是我叫李浩。江主管，您快请坐。他把我引到一张靠窗的桌子前，又亲手给我倒了杯水。江主管，您喝水，我们这儿还没正式开业，乱了点儿，您多担待。我打量着他，很精神的一个小伙子，眼神清澈，态度谦卑，有着和他这个年纪少有的沉稳。第一印象不错。李老板，你这店打算什么时候开业？后天，所有东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饺子馅儿准备了几种，猪肉大葱、猪肉白菜、3鲜，还有素3鲜。先准备这4种最经典的。定价呢？跟对面差不多，甚至还便宜1块钱。我想着刚开业，先用低价把客人吸引过来。李老板做生意，低价竞争是最愚蠢的方法。那该怎么办？对面可是开了好几年的老店了，我不便宜点，谁会来我这儿啊？
他显得有些迷茫。我笑了笑，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转向他。如果我说从后天开始，连续1个月，我能让你每天中午的营业额都至少在4000块以上。李浩的眼睛瞬间瞪大了。4000块，我这小店就算做满了1中午，也就能翻台2、3次，撑死也就2、3千的流水。江主管，您不是在开玩笑吧？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我把电脑屏幕上的员工统计表给他看。我们公司就在对面，目前在职员工316人，每天中午至少有300人需要解决午饭问题。之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去对面王记，现在我给你个机会，把这300人都变成你的顾客。我看着李浩，他的呼吸已经变得急促。他不是傻子，他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跳过了最艰难的原始积累阶段，直接拥有了最稳定、最庞大的核心客源。这对他这个刚起步的小店来说，无异于天上掉馅饼。为什么是我？他好不容易才找回自己的声音，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因为对面那位王大姐今天中午为了1点葱，当着几10个人的面把我骂了一顿。我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小事，但李浩却听得心头一震。他看向我的眼神多了一丝敬畏。他明白了，这不是馅饼，这是投名状。江主管，你说吧，需要我怎么做？他的态度变得无比认真，这才是我想要的效果。一个聪明且懂得感恩的合作伙伴。第一，质量，我要你保证，你所有的饺子都必须用最新鲜的食材，最好的猪肉，最干净的蔬菜，葱就是葱，姜就是姜，绝不能偷工减料，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我的人嘴巴都很刁。你放心，我就是学这出身的，做餐品食材是天，我用我的人品保证。第二，价格，我不要求你降价，相反我需要你保持和对面一样的价格，甚至可以稍微贵一点，但是你要给我公司所有员工一个专属的套餐，比如1份饺子加1份小菜，或者1份饺子加1瓶饮料，总价控制在20元以内，要有多种选择，并且每周更新。我要让我的同事觉得来你这里吃不是因为便宜，而是因为划算和有面子。第三，服务，我不管你多忙，你和你的店员脸上必须时刻带着笑，顾客的任何合理要求都必须第一时间满足，比如加点葱加点醋这种小事儿，葱绝对不能含糊。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效率。300人中午只有1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我不可能让他们都来店里排队，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高效的预订和打包系统。从后天开始，每天早上10点，我会在公司群里发起个午餐接龙，统计好数量和种类后，11点之前发给你。12点，你要准时把所有打包好的午餐送到我们公司楼下，堂食的员工来店里也要能第一时间吃上。连续1个月，这1个月里，我们公司所有人的午餐我全包了。你只需要和我1个人结算。我合上电脑，看着已经目瞪口呆的李浩。怎么样，李老板，这笔生意你接还是不接？李浩深吸一口气，他站起身，对着我深深的鞠了一躬。江主管，从今天起，您就是我李浩的贵人。您说的这些，我拿小本本记下来了，一条一条保证做到。这笔生意我接了。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那是野心和希望。我笑了。很好，我的盟友已经就位。王大姐，你的好日子到头了。第二天，周三，公司内部的大群里一向很安静，除了行政部偶尔发布一些通知，大部分时间大家都潜着水。早上10点整，我在这个300多人的大群里发出了第一条非官方消息：全体成员兄弟姐妹们，中午我请客，马路对面新开的李记饺。为了庆祝开业，今天给我们蓝海科技的员工提供专属福利套餐。紧接着，我把连夜做好的精美菜单图片发了上去，蓝海科技专属5间套餐。每种套餐价格都在20元以内。最后备注：所有堂食的同事均可免费续1碗饺子汤，葱花香菜随便加。最后我附上一句话：想吃的同事在本条消息下接龙，11点截止。今天这顿算我个人请大家的，以后公司将考虑把李记作为我们的长期午餐供应商之一。安静的群瞬间炸了。哇，江哥大气，江哥威武，有饺子吃喽！新店开业，看着不错啊，比对面王记干净多了。终于不用看王记老板娘那张臭脸了。我第一个报名 A 套餐 ，C 套餐加1 ，A 套餐多放辣椒。消息一条接一条的弹出来，接龙的数字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上涨。我看着屏幕，面无表情，但我知道鱼儿已经上钩了。同事们的热情，一部分是因为有免费的午餐，但更多的是常年被王记老板娘压抑的怨气。在这一刻找到了一个宣泄口，我只是恰到好处的提供了这个宣泄口而已。11点，我准时在群里喊了停，拉了一下接龙统计，289人，几乎所有在公司的同事都参加了。我把整理好的表格直接通过微信发给了李浩。李老板，订单来了，准备接客。另一边，马路对面的王记饺子店里，王大姐像往常一样，11点多就做好了开市的准备。几大盘包好的饺子整齐地码在案板上，2大锅滚烫的热水咕噜咕噜地冒着泡。她擦了擦手，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11点45分。往常这个时候，蓝海科技那栋楼里
该有人陆陆续续下来吃饭了。可是今天有点奇怪，店门口冷冷清清，一个人影都没有。奇了怪了，今天这帮小白领都改吃草吗？他嘟囔了一句，没太在意。又过了10分钟，12点，还是没人。王大姐终于感觉有点不对劲了，她走到门口，探出头往对面写字楼的门口望去。这一望，她愣住了。只见蓝海科技的大门里，黑压压的涌出了一大群人，300多号人，穿着各式各样的职业装，像一股洪流，瞬间占满了整条人行道。他们有说有笑，目标明确，径直走向了对面的那家新店。李记饺子的门口，李浩带着2个新招的店员，已经拉起了一条红色的横幅，热烈庆祝李记饺子开业大吉，恭迎蓝海科技各位精英莅临指导。李浩拿着一个大喇叭，满面红光的喊着：蓝海科技的朋友们，这边走！堂食的里面请，打包的在门口排队领餐。那300多号人，一部分涌进了李记的店里，瞬间把那不大但干净的店面塞得满满当当。更多的人则在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领取自己预定的午餐。场面虽然庞大，但井然有序，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那阵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明星见面会。王大姐就这么站在自己空无一人的店门口，呆呆地看着马路对面那番热火朝天的景象。她的脑子一片空白，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昨天还在自己店里吃饺子的这些人，今天全都跑到对面去了？他看见了人群中的我，我没有去排队，也没有进店，我只是站在路边，抱着臂静静地看着这一切。然后我抬起头，目光越过川流不息的车辆看向他，我朝他微微地笑了一下，那是一个不带任何温度的笑容。王大姐的身体猛地一颤，她好像明白了什么，她的脸色开始一点点的由红转白，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她最熟悉也最不屑的那些面孔，在对面的店里吃着饺子，喝着饮料，欢声笑语，而他的店却异常冷清，锅里的水还在咕噜咕噜的响，只是这声音在此刻显得格外刺耳，像是在嘲笑他的愚蠢和傲慢。风吹过，王记饺子门口那块用了3年的旧招牌，在风中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摇摇欲坠。李记饺子的第一天大获成功，289份套餐加上一些散客，李浩和他的2个店员从12点一直忙到下午2点，脚不沾地。送走最后一批客人，李浩直接瘫倒在了椅子上，累是真累，但更多的是兴奋。他打开收银机，看着那串长长的数字，激动的手都在抖。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发了个888.88的红包，附言江哥大恩不言谢，这是一点心意。我没有收，回了他一句，用这点钱去给你自己和员工买点好的，明天才是硬仗的开始。李浩秒回，明白。公司里下午上班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讨论中午的饺子。李记的饺子真不错啊，皮薄馅大，比王记强多了。是啊是啊，那个拍黄瓜也入味，关键是老板和服务员态度都特别好，我打包回来的盒子都比王记的高级，还不漏汤。江哥真是为我们办了件大好事儿。我听着这些议论，不置可否。我知道新鲜感只能维持一时，想要彻底把这300个胃留住，需要的是持续的高水平的输出，以及一个足够愚蠢的对手。而王大姐显然不会让我失望。马路对面，王记饺子店里一片狼藉，中午准备的几百个饺子，一个都没卖出去。在后厨闷热的环境里，已经开始微微发酸。王大姐的丈夫老赵，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年男人，正蹲在地上唉声叹气地收拾着。你说你这又是何苦呢？为了一点葱，得罪了那么大一个客户。王大姐正坐在椅子上生闷气，听到这话，火气蹭的就上来了。我得罪他，是他找茬，吃饺子要加葱，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他以为他是谁啊？公司的领导了不起啊，还带着300人去对面，不就是想给我个下马威吗？我呸！我王贵峰做生意这么多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还怕他一个毛头小子？他嘴上虽然硬，但看着店里惨淡的景象，心里早就慌了。那现在怎么办？今天1分钱没进账，明天呢？后天呢？蓝海科技的人要是一直不去我们这儿，我们这店还开不开了？慌什么？他们不去是他们的损失，我就不信了，对面的新店能好吃到天上去，不过是图个新鲜。明天我降价，他卖18，我卖15，他卖15，我卖12，我还送饮料送小菜，我就不信这帮贪小便宜的白领能跟钱过不去。王大姐的眼里闪着一股不服输的狠劲，她觉得她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只要价格够低，就一定能把客人抢回来。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她从一开始就错了。第二天，王记饺子的门口果然挂出了一块醒目的降价牌，开店3周年大酬宾，全场饺子一律12元，送汽水。这个价格几乎是贴着成本在卖了。一些路过的散客和别的公司的零星员工被吸引了过去，王记店里总算有了一点人气。王大姐看着店里重新坐了小一半的人，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她觉得她的策略奏效了，她挑衅似的朝着马路对面的李记望去。然而李记门口依旧是那番火爆的景象，蓝海科技的员工们像潮水一样准时准点地涌了过去，根本没有人因为他这边降价了3块钱而改变主意。为什么？王大姐想不通。她不知道，就在今天早上，
我的午餐接龙后面又多了一句备注：温馨提示，李记后厨已安装实时监控，所有员工可凭工牌进入后厨参观。我们吃的每一份餐都保证干净、卫生、透明。这是我昨天晚上跟李浩提的最后一个要求。李浩二话不说，连夜就找人装好了。对于每天坐在写字楼里靠外卖为生的白领来说，什么最重要？价格、味道，是安心。我没有跟王大姐打价格战，因为我知道一旦陷入价格战的泥潭，最终只会两败俱伤。我选择的是降维打击。当他还在第一层纠结于价格的时候，我已经带着我的同事们站在了第三层，追求品质和体验。他怎么可能赢？中午，我特意没有打包，而是和几个部门总监一起去了李记堂食。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正好能看到对面王大姐那张写满嫉妒和困惑的脸。江源啊，你这一手可真是高明，不费一兵一卒就把对面的嚣张气焰给打下去了。我笑了笑，夹起一个饺子。王总，我只是觉得我们公司的员工应该得到更好的服务和更有尊严的对待。窗外，王大姐店里的客人渐渐少了，她那12块钱的饺子和送的汽水很快就被人喝光了。有人要求再来一瓶，被她毫不客气地拒绝了。12块钱还想喝2瓶，你想得美！那几个客人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付了钱摇着头走了。我看着这一幕，摇了摇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王大姐，你根本没明白你输在哪。降价策略失败了，王大姐的生意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因为她对贪小便宜的散客发脾气，又赶走了几批人。她的店重新回到了门可罗雀的状态，而对面的李记生意却是蒸蒸日上。李浩严格按照我的要求，不仅保证了质量和效率，还玩出了花样。他每周都会推出2款新的饺子馅，什么番茄鸡蛋、香菇虾仁都广受好评。小菜和饮料的搭配也听取了员工的意见，不断调整。蓝海科技的员工们已经彻底把李记当成了自家的食堂，甚至有员工晚上下班了，还愿意打包一份李记的生饺子带回家。李浩的小店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粉丝，这一切王大姐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焦躁不安却又无计可施。终于，她想到了一个新的损招。一个周末，李浩的店因为口味好，服务周到，吸引了不少周边的居民和逛街的年轻人，生意异常火爆。就在最忙的时候，2个穿着制服、神情严肃的男人走进了店里。谁是老板？我们是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局的。其中一个高个子男人亮出了自己的证件。接到群众举报，说你们这里卫生条件不达标，使用过期食材，我们现在要进行突击检查。店里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顾客都停下了筷子，诧异地看着他们。李浩心里咯噔一下，但很快就镇定了下来。他知道这是有人在背后搞鬼，他连忙迎上去，满脸堆笑。2位领导好，欢迎欢迎，欢迎检查指导我们的工作。我们是新店，很多地方可能做的不到位，还请2位领导多提宝贵意见。他的态度不卑不亢。少废话，带我们去后厨看看。高个子男人一脸公事公办的表情。好的好的，这边请。李浩把他们引到了后厨。后厨里，2个帮工正在紧张地包着饺子，虽然忙碌，但一切都井井有条，地面干爽，没有油污，所有的食材都分门别类地放在保鲜柜里，上面贴着采购日期，垃圾桶都已经套上了分类袋，及时清理。那2个男人在后厨里东看看西瞧瞧，用手摸了摸灶台，光洁如新。打开冰箱，冷气扑面，没有一丝异味。他们甚至拿出了专业的检测仪器，对案板上的肉馅进行了取样。几分钟后，结果出来了，所有指标全部合格，甚至比很多开了10几年的老店还要优秀。高个子男人的脸色有些挂不住了。后厨的卫生的确不错，那你们的健康证呢？从业员的健康证都办了吗？办了办了。李浩赶紧从办公室里拿出一个文件夹，里面是他和所有员工的健康证复印件，以及店里的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一应俱全。2个男人翻来覆去的看了半天，也没找出任何毛病。最后他们只能悻悻地收起东西。检查结果我们会记录在案，继续保持。说完就准备走，就在这时，李浩却叫住了他们。2位领导，请等一下。他指了指后厨门口那个我让他安装的实时监控摄像头。我们店里从开业第1天起就实现了后厨监控24小时实时直播。刚才您2位检查的全过程，我们店里所有的顾客以及网络上那些朋友都看得清清楚楚。李浩拿起手机，点开了一个直播 app， 上面李记饺子后厨探秘的直播间里，赫然有几百个在线观众，弹幕上全都是老板牛逼，这后厨比我家厨房都干净，良心店家，爱了爱了，支持李记，以后吃饺子就认准你家了。那2个执法人员看到这个景象，脸色顿时变得非常难看，他们意识到自己被人当枪使了，还成了别人免费的质量认证官。李浩笑了笑，声音不大，但整个店里的人都听得见。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说身正不怕影子斜，也想请2位领导帮我跟那位热心的举报群众带个话，有什么招尽管使出来。要是没招了，就好好想想怎么把自家的饺子做好，别总惦记着走歪门邪道。说完，他对着2位领导又是深深一鞠躬。今天辛苦2位领导了，也感谢2位领导为我们李记饺子
做了一次最权威、最公正的品质认证。今天全场所有顾客一律8折，就当是庆祝我们李记通过了国考。店里先是短暂的安静，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那2个执法人员在一片哄笑声中灰溜溜地走了，而这一切都被马路对面假装在擦玻璃的王大姐看得一清二楚。她的手死死地攥着抹布，指甲因为用力而深深地掐进了肉里。她没想到自己机关算尽，最后却成了对方的神助攻。她不仅没有把李记搞臭，反而让李记饺子的名声经过这次官方认证，彻底在周围的社区里打响了。她输了，输得一败涂地。卫生局举报事件彻底成了压垮王大姐的最后一根稻草。从那以后，她好像变了一个人，不再是那个只是脾气暴躁的老板娘，而变成了一条见人就咬的疯狗。她店里但凡还有1、2个不知情的散客进去，她都能因为对方多要了1半蒜而破口大骂。她不再关心自己的生意，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站在门口，对着李记饺子店的方向，用最恶毒的语言进行咒骂。黑心肝的玩意不得好死！男盗女帮早晚遭报应！祝你们吃的人都拉肚子，开的店明天就倒闭！她的声音嘶哑尖利，像乌鸦的叫声在整条街上回荡，路过的人都对她指指点点，避之不及。连她丈夫老赵都受不了她这副样子，跟她大吵了一架，回了老家。整个王记饺子店只剩下她一个人和一屋子的怨气。我们蓝海科技的员工成了她重点咒骂的对象。每天中午我们去李记吃饭的时候，都要忍受她不堪入耳的谩骂。一群没良心的白眼狼，吃了我3年的饺子，我也不数你们！特别是那个姓姜的小兔崽子，带着一群人就想搞垮我，我告诉你们没门儿！有些年轻的男同事气不过，想冲过去跟他理论，都被我拦住了。跟一个疯子有什么好计较的？他骂得越难听，就证明我们做的越对；他越是痛苦，就说明他输得越彻底。我让李浩把店里的音乐声开到了最大，用欢快的流行音乐盖过他那绝望的嘶吼。我们依旧吃着饺子聊着天，仿佛他只是一个与我们无关的背景噪音。这种无视比任何反击都更能刺痛他。他的咒骂持续了1个星期，1个星期后，他发现这种方式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反而让他成了整条街的笑话。于是他改变了策略，他开始针对我。他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我的车牌号。一天早上，我发现我的白色小车上用红色的油漆喷了2个大字，4个轮胎也被扎破了。我看着眼前的一幕，没有愤怒，只有冷笑。我报了警，也通知了物业调取了监控。监控画面里，王大姐那张因为疯狂而显得狰狞的脸清晰可见。警察很快就找到了她，面对证据，她供认不讳，甚至还对着警察叫嚣：就是我干的，他活该，他毁了我的店，我就要毁了他的车。最终，她因为故意损坏他人财物被拘留了15天，并且需要赔偿我所有的修车费用。这件事在公司里引起了轩然大波，所有人都对我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公司法务部甚至主动提出可以帮我起诉他，要求精神损失赔偿。我拒绝了，因为我知道对于王大姐这种人来说，金钱的赔偿远不如让她在众目睽睽之下颜面尽失来的更痛苦。她被警察带走的那天，很多人都去围观。她穿着囚服，戴着手铐，头发凌乱，眼神空洞，完全没了当初站在店门口骂街时的嚣张气焰。我没有去，我只是让一个同事帮我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王记饺子店的卷帘门已经拉下，上面贴着一张派出所的封条，显得那么的落寞和萧条。我把这张照片设置成了我的手机屏保，每天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去欺负一个看起来好脾气的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当他不跟你讲道理，而是跟你讲规矩的时候，你会输得多惨。王大姐被拘留，王记饺子店彻底关门。这场持续了近1个月的饺子战争，以我的压倒性胜利宣告结束。公司里，我成了名人，很多人见到我都会半开玩笑的喊一声江神，说我凭一己之力为民除害，净化了公司的午餐环境。我只是一笑而过，我知道我不是神，我只是一个懂得如何利用规则去维护自己和集体利益的普通职场人。真正的赢家不是我，是李浩。经过卫生局官方认证和我这个商业案例的双重加持，李记饺子已经成了这片区域的明星店铺。不仅蓝海科技，连旁边几栋写字楼的员工都慕名而来。李浩的店扩大了，他把隔壁一个要转让的小卖部也盘了下来，打通了墙壁，店面扩大了1倍，座位也多了不少。他又招了4个员工，2个负责后厨，2个负责前厅。即便如此，每天中午依旧是座无虚席，门口排着长队。他成了远近闻名的饺子老板。1个月后，我当初承诺的包场也到期了，我把这1个月的餐费30多万一次性结给了李浩。李浩拿着那笔钱，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一定要请我吃饭，被我拒绝了。我对他说，这笔钱是你应得的，是你用你的手艺、你的诚信、你的服务换来的，我只是给了你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以后的路要靠你自己走，我相信你能走得更好。我让公司的采购部和李浩正式签订了一份长期的餐饮供应合同，以后蓝海科技员工在李记吃饭可以直接刷工牌，月底由公司统一结算，并且享受8.8折的优惠。这是公司给员工的福利，也是我送给李浩的最后一份礼物。从此我们只是普通的合作方关系，我依旧会去他的店里吃饺子，他见到我会笑着喊一声江哥，
然后让后厨给我那份猪肉大葱馅的饺子里多加一份葱，再也没有别的。我们都默契的不再提起当初那场战争，因为我们都知道那场战争的意义已经达成了。我捍卫了我的尊严，他抓住了他的机会，而那个挑起战争的人已经从我们的世界里彻底消失了。我以为这件事就会这样尘埃落定，直到那天我在公司的地下车库遇到了一个人，老赵，王大姐的丈夫。他看起来比1个月前苍老了许多，两鬓斑白，背也有些驼了。他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默默地低下了头，想绕开我走。赵大哥，他身体一僵，停下了脚步。江主管，他不敢看我，声音小得像蚊子。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在给这边一个公司送桶装水。他指了指旁边一辆破旧的3轮车。我点点头。我们之间陷入了沉默。良久，他像是鼓起了巨大的勇气，抬起头看着我。江主管，我们家桂芬她知道错了，她从里面出来以后，整个人都变了，不说话也不骂人了，就是整天发呆，店也盘出去了，还赔了10几万。她让我跟你说声对不起。他说着眼眶红了。一个50多岁的男人，在我这个比他小20岁的人面前，几乎要掉下泪来。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甚至没有一丝快意。对不起，如果对不起有用，还要警察干什么？如果道歉可以弥补一切，那伤害的意义又在哪里？我看着他，淡淡的说：赵大哥，你回去告诉他，我接受他的道歉，但是我永远不会原谅他，因为他当初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放过我。我们两清了。老赵走了，他推着那辆装着2个空水桶的3轮车，佝偻着背，消失在车库的出口。他的背影在昏暗的灯光下被拉得很长，很孤独。我看着他消失的方向站了很久。两清了这3个字我说的轻描淡写，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这背后是多大的怨气和不甘。如果那天中午，王大姐在骂完我之后，能有一丝丝的悔意，哪怕是递给我一杯水，说一句小伙子，我今天心情不好，你别往心里去，我都不会把事情做到这么绝。可惜没有如果，是他的傲慢和我的决绝共同导演了这场悲剧。1个星期后，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到了我，是王大姐的儿子王腾，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他是在我们公司楼下堵到我的。他看起来文质彬彬，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穿着得体的西装，和他的母亲判若两人。你好，请问是江源江主管吗？他拦住我，语气很客气。我点点头。我是王贵春的儿子，我叫王腾，我想和您谈谈。我本来不想理他，但看着他那张写满了焦虑和疲惫的脸，我鬼使神差的同意了。我们去了楼下的一家咖啡馆。江主管，我知道我妈做错了事，她脾气不好，嘴巴又臭，她得罪了您，也毁了自己，这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王腾开门见山，态度很诚恳。她被拘留，赔钱，店面倒闭，这些都是她应得的惩罚，我们家认了。我端起咖啡，没有说话，等着他的下文。但是她现在的情况很不好。王腾的眼圈红了。她从拘留所出来后，就像变了个人，不吃不喝不说话，整天就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前天他趁我爸不注意割腕了，送到医院抢救过来了。医生说是重度抑郁，有强烈的自杀倾向。我爸一个大男人，在医院走廊里哭得像个孩子。我们家快要散了。王腾说着，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推到我面前。江主管，这里是10万块钱，我知道这弥不了对您造成的伤害，但是这已经是我们家现在能拿出来的全部的积蓄了。我求求你，求求你，高抬贵手去医院看我妈一眼，跟她说一句您原谅她了。医生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她现在的心结就在您这儿，只有您才能救她。他说着站起身就要对我下跪，我连忙扶住了他。你别这样。我的心乱了，我恨王大姐，我恨她的刻薄，她的蛮不讲理，她的恶毒。我希望她受到惩罚，我希望她为她的行为付出代价，但这个代价里不包括她的命。我只是想让她疼，我没想让她死。我看着桌上那个厚厚的信封，又看了看眼前这个为了母亲可以抛弃所有尊严的男人。我忽然觉得很累，这场战争我真的赢了吗？我毁掉了一个家庭，也给自己背上了一副沉重的道德枷锁。如果王大姐真的因为我而有个3长2短，我这辈子还能心安理得的去吃那碗多加了葱的饺子吗？我最终还是去了医院，不是因为王腾的10万块钱，也不是因为我圣母心发作同情他了，我只是想去亲手为这场由我发起的战争画上一个句号，也给自己一个交代。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很浓，王大姐躺在病床上，面如金纸，骨瘦如柴。短短1个月，她好像老了20岁，手腕上缠着厚厚的纱布。看到我进来，她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我在她病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我们谁也没有说话，空气安静的可怕，只有墙上的时钟在滴答作响，像是在为我们这荒唐的一切进行着倒计时。良久，我开口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说的是他划我车，骂我，最后伤害自己的这一系列行为。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他才用一种极其沙哑虚弱的声音说：我就是不服气，我开了20年的饺子店，我跟我儿子读完了大学，又在城里给他买了房，我以为我很了不起了，
那天你来要葱，当时就是觉得你一个小白领，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我就是要挫挫你的锐气。我没想到你的反击会那么狠，你把我的客人全都抢走了，你让我几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你让我在街坊邻居面前都抬不起头。我恨你，我真的恨你。他的眼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可是当我躺在这里，闻着消毒水的味道，我才想明白，我不是输给了你，我是输给了我自己，输给了我这20年来养成的臭脾气，输给了我那可笑的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其实那天你要葱的时候，我后厨的葱堆得像小山一样，我就是不想给你，我就想让你知道谁才是老板。结果你用最狠的方式告诉了我谁才是。他说到这里，忽然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我静静地听着，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心声，也是第一次我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是啊，一个在底层摸爬滚打，靠着自己的辛劳把生活一点点变好的人，他的内心是骄傲的，也是脆弱的，习惯了用强硬的外壳来保护自己，也习惯了用俯视的姿态来确认自己的价值。我的出现和我的反击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所有的不堪和丑陋，也击碎了他所有的骄傲和尊严。他的崩溃是必然的。你走吧，他说。谢谢你来看我，也对不起。这是他第2次说对不起，第1次是老赵转达的，这一次是他亲口说的。我看着他那张苍老的没有一丝血色的脸，心里的那股恨意忽然就烟消云散了。我站起身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回头对他说，王大姐，等你病好了，如果你还想开饺子店的话，我介绍一个老师傅给你，教你怎么做真正好吃的猪肉大葱饺子，不要钱。说完，我打开门走了出去。门外，王腾和老赵正一脸紧张地看着我，我朝他们点了点头。他没事了。我想我也没事了。王大姐最终没有再开饺子店，出院后，她和老赵把城里的房子卖了，回了老家。听说他们在乡下包了一片山地，种起了果树。老赵偶尔会托进城卖水果的亲戚，给我捎来一箱他们自己种的苹果，又大又甜。我每次都会按市场价把钱转给他，他不要，我就充成话费打到他手机上。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默契，谁也不提过去，但又用这种方式维系着一种微妙的联系。或许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李记饺子彻底火了，李浩很有商业头脑，他注册了品牌，开了好几家分店，甚至还拿到了风险投资。他不再是那个需要我扶持的小李，而是成了别人口中年轻有为的李总。他几次三番的想把当初蓝海科技那1个月的餐费作为技术股或者干股送给我，都被我严词拒绝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不是我应得的。我依旧是蓝海科技的行政主管江源，每天上班下班，处理着部门里琐碎的事务。只是公司里的人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多了一份发自内心的敬畏和尊重。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江哥这个人平时可以嘻嘻哈哈，但谁要是触碰了他的底线，他的反击会像雷霆万钧，让你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公司里新来的实习生都会被前辈们告诫，在公司里可以得罪老板，但千万不要得罪江哥。我也因此获得了一个蓝海科技灭霸的称号。我哭笑不得，但我知道这是我在这个公司安身立命的另一种护身符。1年后，我因为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在员工中无与伦比的声望，被破格提拔为行政总监，工资翻了一番，手里掌握的权限也更大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动公司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员工关怀与反馈体系，大到餐饮、班车、福利，小到办公室的灯光、卫生间的纸巾，任何员工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通过匿名的渠道直接反馈到我这里，并且保证在24小时内得到回应和解决。我希望蓝海科技的每一个员工都能在这里工作得开心，生活得有尊严，再也不会有任何人会因为1点葱这样的小事而感到被羞辱和被冒犯。我用我的方式改变着这个我所在的小世界，让它变得更好一点点。这一切都源于1年前那盘葱花少得可怜的饺子。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你永远不知道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和成就你的第一块基石，哪一个会先来。又是中午，我坐在李记饺子一尘不染的窗边，阳光温暖地洒在身上，盘子里是一份猪肉大葱馅的饺子，葱香浓郁，恰到好处。我吃得很慢，看着窗外人来人往。马路对面王记饺子的那个店面已经换了招牌，成了一家24小时便利店，灯火通明，人进人出，好像从来没有过那家充满了油烟和争吵的饺子店。手机响了，是王腾发来的微信，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果园，王大姐和老赵并肩站在果树下，他们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但脸上的笑容却是我从未见过的灿烂和满足。王大姐的手里还捧着一个红彤彤的大苹果，照片的下面附着一句话：江总监，我爸妈说等秋天果子熟了，请您来我们家玩。我看着照片笑了，回了2个字：好的。我关掉手机，抬起头看到李浩正从他的总监办公室里走出来，他穿着笔挺的西装，神采飞扬，正在跟几个像是投资人一样的人介绍着他的饺子帝国版图。他看到了我，朝我这边笑着点了点头，我也朝他点了点头。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努力地生活着，用自己的方式去赢得属于自己的尊重。我忽然想，这场饺子战争真的有赢家和输家吗？或许没有。王大姐输掉了她的店，却找回了内心的平静。李浩赢得了他的事业，也背负起了更大的责任。而我得到的又是什么呢？是总监的职位，是同事的敬畏，不，
都不是。我低下头，看着盘子里那最后一个饺子，我把它夹起来，放进嘴里，慢慢的咀嚼。我得到的只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你可以，也应该去过你想要的生活，但前提是，你必须也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而所有的温柔，都源于2个字：尊重。对别人的尊重和对自己的尊重。窗外车水马龙，人间烟火依旧。